贫穷会遗传吗？不只可以遗传，是什么都可以遗传。但这不是写在基因里面，而是从成长过程当中的选择开始。想逆天改命吗？当然可以咯。我牵就手，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贫穷跟财富能不能遗传？当然会，只要一不小心就遗传了。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留言。今天我们就提供给你一些我个人的经历跟建议，回应贫穷跟财富是不是会遗传的问题。能不能逆天改命，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改咯。我们先来聊聊贫穷跟财富会不会遗传的5大核心，也是能不能翻转命运的关键。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能不能变得更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是特别为你制作的。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这反映一个非常现实的家庭背景因素，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起点。从基因来说，确实有一些特质会遗传，例如智力的倾向、反应的能力、抗压能力、自律的程度。就像我自己的反应能力就不是很好，但我们要知道，基因只是我们基本的一张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我们怎么把这一张牌打好。更深的影响是来自思想的传承。一个富有的家庭，从小的成长背景就是耳濡目染的灌输着资产思维、时间运用、处理事情的方式，而贫困的家庭往往传递的用劳力跟时间去换取收入的概念。大部分比较不富裕的家庭往往是工薪阶级，一天不劳动对生活可能就会造成影响。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自然而然根深蒂固的传承着人生就是必须这样不停的劳动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久而久之，以上两者对一件事情就会有2种不同的差异，在观念上会对金钱的理解、风险的判断、对机会的把握能力也会有2种不同的极端，这就是看不见的遗传。所以贫穷跟富贵的遗传不是写在身体的基因里，而是写在我们脑子里面的认知程式里。读书是穷人翻身最好的机会，思想是可以升级的，而认知的程式也是可以重写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一句话，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能都听腻了。但读书这件事情依然是最公平的一个战场。为什么呢？因为读书是用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多的思想、技能跟各种能力的启动方式，能让你理解这个世界，提升各种认知跟思考的能力，获得跨越阶级的公平入场券。读书就像我们在电脑上面安装了各种的应用程式，在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的 APP， 而且你都会用。当出社会之后，比的就是这些应用程式谁用的比较好，可以把它发挥到极限，这就是每个人的能力价值。当然，在还没有机会启动这些应用程式的时候，你会觉得读书所学的东西好像没有用，但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很有用，而且还会不够用。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学习，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还在不断的学习更新自己。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读书没有用，也听过很多人拿比尔盖茨辍学创造了微软公司的个案当成一个经典的案例，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一碗毒鸡汤，而且这碗毒鸡汤的杀伤力可不小。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跟比尔盖茨同时期一起辍学出去打工或创业的人，终究以失败告终，甚至背了一屁股债。但是这一些人不会被列入史册当中，也没有媒体会去追逐这些暂时在经济市场的失败者。有多少人听了这些毒鸡汤而放弃学业，开始打工或创业，终究还是成了有心人士的劳动力或工具。甚至有很多人身无一技之长，在经济的压力下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而误入歧途，甚至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成了诈骗集团的车手。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我们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对人生未来方向的机会跟项目。穷人最大的困境并不是口袋里的米有多少，而是能选择的方向跟项目太少。而知识是你创造自己能够选择生活方式的工具，也是你的第二生命。不要让自己在现实的盲目中熄灭了指引自己对未来方向的那一盏明灯。读书不会让你立即致富，但读书的目的可以让你明辨是非，趋吉避凶，逢凶化吉，
可以让你突破一层又一层的底层逻辑思维。当机会来临时，让自己有抓住机会的能力，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有更多对财富转化率的机会。我也碰到了不少所谓的回锅菜，就是出去社会工作几年之后，再回到学校里面用心读书学习，也不少为了职位的升迁，再回到学校读书拿文凭的朋友，后悔在少年时期求学的过程当中太多时间虚度光阴，反正可以混得过就好了。当出社会之后才发现，能多看一本书，在现实社会的生存法则当中，手上就比其他人多一把利器。想要逆天改命，就要狠狠地审视自己，斩断原生家庭的思想枷锁。我们每个人都从某种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在贫困家庭里面的小孩子，最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也只能这样，不要想太多。类似这种话听多了之后，久而久之就根深蒂固地写进自己的思维基因里面，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自然的就形成一座认知牢笼。更可怕的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几乎代代都是从零开始，一出社会就自己摸滚带爬，自己摸索。因为上一代为了生活，为了把孩子养大，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社会的运作逻辑，只能不停的劳动，也没有太多的资源跟知识跟人脉可以传承给孩子。似乎传承给孩子的是对生活的压力跟恐惧，甚至只是孩子必须跟自己一样不停的工作才能保住生活，在无形中把自己对生活的恐惧转嫁给自己的孩子，直接让孩子成了上一代的复制品。如果有觉醒的人，就会开始怀疑人生，我是不是天生就只能这样了？但真相是，你并不需要成为上一代的复制品。想逆天改命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太容易。第一步，先有一把思想的手术刀，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开始解剖过去成长的背景，认真的重新审视自己，好好的问自己，自己的思考方式是从哪里来的？当你对每一次的决策的依据是上一代给你的恐惧，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勇气？找到那一些限制了你人生的设定值，狠狠的下决心一刀斩断。而这件事情不可能让你1-2个小时就能够完成，有的人可能需要几天或几个月，也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算是一种对自己的觉醒跟觉悟吧。当然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盲点，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最好是离开自己的生活圈，去找一些你认为智慧比较高的人士，去跟他请教聊天。第二步是重新设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你也会重新定义你的人生价值。重要的是给自己设定短期跟长期的目标，人生不可能一步登天，有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按部就班。第三步，当你要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切记对自己狠一点。既然下定了决心，就不要回头。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默默的去改变，还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领域。当然会有一段非常艰苦困难的日子，也会碰到一些阻碍。通常这些阻碍大部分来自于你的亲人，甚至对你的谩骂或情感跟道德的绑架，想要把你拉回他们眼里预设好的框架里。这个时候全靠自己的心智跟定力，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只有自己能对自己负责，所以你并不需要活在别人对你的设定值里。切记，你不是上一代的经济复制体，而是你自己重新程式化的人生设计者，并且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大的误区就是把别人成功的高光时刻当成自己成功的目标。社群媒体的时代，我们常看到各种成功人士，但媒体最能呈现的就是豪宅、名车，甚至私人飞机、创业的资本额、1年的盈利、环游世界等等。久而久之，我们就以为成功就应该是那种样子，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出生背景，不知道他们的资源，也不知道他们经过了多少困难，突破了多少困境，却拿他们的高光时刻来当做自己人生的起点。这就好比一个刚学会游泳的人，身边的人却一直说你游泳游得不够好，还拿奥运冠军的记录来衡量自己。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当然是开始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觉得成功离我太遥远，压力爆炸，甚至自我放弃，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就这样了。
其他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好像不可能了。我们该问自己的不是我能不能像他一样成功，而是要问我们自己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步伐，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也曾经讲过，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活成同一种样子，同一个模板，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课题跟存在的价值。不要被别人高光时刻遮蔽了指引人生方向的那盏烛光。真正的成长跟成功是从自己跟自己比赛开始。只要今天的你超越了昨天的自己一点点，这个月比上个月超越了自己许多，那就是在走向自己成功的目标。哪怕是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在知识上精进了一点点，这都是在给自己成功的机会，并不是没有用，只是时机未到。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功方式，有人的成功是因为创业，有人的成功是因为稳定的工作，有人是透过艺术，透过各方面表达自己，有的人靠数据决策翻身。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成功的模板，成功不是用金钱跟资产来衡量，而是比谁活得像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活得更快乐。成功不是拥有了多少物质，成功就是你能找到自己最能发挥的专长跟天赋的位置。你不需要活成马云，也不需要活成 Elon Musk， 也不需要活成 NVIDIA 的创办人。我们也看过很多成功人士的专访，主持人问到，如果能够让你重新选择，你还是会创业成为现在的样子吗？有太多的成功企业家的回答是不会。如果能重来，他想活成平凡的样子，有自己的生活，只要有稳定的收入，或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就可以。所以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个每天起床都有动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做自己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真正的成功与自由，是你能选择怎么过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照着别人替你写好的脚本去演戏。如果你来自平凡甚至贫困的家庭，请你记得，你不是注定只能如此。你可以透过知识、觉察、行动，一步步走向自己成功的道路。不要被出身绑架，更不要被社会对你贴上的标签化限制了自己的理想。你能成为谁，永远不取决于你出生哪里，而是取决于你明确的知道你自己要去哪里。也许你就是下一位媒体镜头追逐的焦点。这一集是关于翻转命运的觉醒指南，也欢迎你的留言，更希望你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位正在奋斗的灵魂。希望我们所有正奔跑在人生道路上的朋友，每一位都能破框而出，活出自己生命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我是月月，祝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棒棒。